周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电话，这是21个月以来中美防长首次通话。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中美紧张关系持续的大背景下，两国防长的对话沟通客观上对外释放出积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防长奥斯汀向中方表示，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那这又释放出什么信号？来看报道。魏凤和说，中美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相互尊重，和平共处，避免对抗。美方要将4不一无意承诺落到实处。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必将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美国不应低估中国的决心和能力。中美两军要增进军事互信，加强对话交流，管控风险危机，开展务实合作，确保两军关系正常稳定发展。魏凤和针对台湾问题表明严正立场，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和现状。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奥斯汀表示，美方愿推动落实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将本着坦诚开放的态度加强军事领域交往合作。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双方应以负责任方式管控竞争、管控风险，妥善处理两军关系面临的难题。观察指出，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一些地区热点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引起衍生危机。中美关系由于美方部分人坚持恶华反华，仍然没有走出困境。在这种情况下，中美防长通过常设交流机制实现通话，说明两国军方都有管控风险、稳定两军关系的意愿。通话是应约的，说明美方是有求于中方的。至于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也是为了落实两国首脑视频会晤的共识，要管控风险和管控危机。第二就是美方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在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挑衅，美方的政客也是不断的窜访台湾，挑战中国的底线。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时隔21个月中美防长再次通话，也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美防长首次通话。上一次中美防长通话是在2022年8月6号，魏凤和与时任美国防长艾斯珀进行的。观察指出，中美防长虽然有21个月没有通话，但是两军高层的沟通渠道畅通。曾因披露水门事件而名噪一时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在去年出版的《危险》一书中透露，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曾于2020年10月30号和2021年1月8号两次致电中国军方。米利随后发表声明证实此事，并强调他与中国军方高层的通话经过跨部门协商，符合其职责，意在向中方传递致力于维护战略稳定信息的责任。值得注意的是，米利本人本月7号声称，中国仍然是美国面临的首要的长期地缘战略挑战。中国仍在持续发展关键的核领域、太空、网络、陆地、空中和海上的军事能力，并且他们每天都在努力缩小与美国及盟国的技术差距。米利认为，中国打算到2035年成为美国的军事对手，到2027年发展出夺取台湾的军事能力。实际上，米利的说辞来自美国国防部前不久公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的基本情况简报。这份简报将中国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在印太地区的挑战是头号威胁。美国媒体当时评论认为，这份报告标志着美军对世界的认知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多次强调，将中国打造成战略竞争对手是美方严重的误判。美国军方强调中国是首要的威胁和长期的威胁，而且是步步紧逼的威胁。所以即使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美国仍然将它的战略重点放在中国。另外，在美国2023年财政预算案里面，国防支出是大幅的增加，而且不断的增加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资源的投入，然后不断的扩张军备，这确实造成了中美军事关系的一个紧张。外界注意到，在周三的通话中，中美防长再次互相承诺，双方应以负责任方式管控竞争、管控风险，妥善处理两军关系面临的难题。这显示拜登去年提出的4不一无一没有发生变化，即美国不寻求同中国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有专家认为，中美双方都有管控危机、避免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共识，但在管控危机的理念上，中美双方依旧存在分歧。尤其美军舰机对华进行大范围、高频度的抵近侦察和挑衅射压，是影响海空安全的根本所在。这有可能会使得双方擦枪走火，甚至被迫陷入军事危机。美方总是不断的挑衅，但是他又自己的底气又不是很足，所以总是希望在挑衅之后又来到中国来摸清中国的底线，这不仅非常危险，容易擦枪走火，而且对中国是非常不尊重的，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军事互信。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在这次中美防长通话中，魏凤和谈及台湾问题的篇幅比以往更大，措辞也更强硬。他强调，台湾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颠覆性影响。中国军队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奥斯汀则再次强调，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还有分析指出，台湾问题无疑仍是横亘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道路上的最重要障碍。当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中国防长对美方的警告更能让美方对中方的决心、意志有准确了解，避免出现误解、误读、误判。这既有利于两国关系，也有利于两岸和平。此外，中美防长还在通话中就海空安全问题、乌克兰局势等交换看法。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在海上进行军事挑衅，不得利用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抹黑栽赃、威胁施压。事实上，美常务副国卿舍曼周三在布鲁塞尔会见北约副秘书长杰瓦纳及各国常驻北约代表时，就表明美对中国支持俄侵乌的关切，包括通过放大俄有关北约及俄侵乌战争的虚假信息。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美国穷兵黩武，打着人权民主等旗号四处干涉，挑起冲突和战争，对欧洲和世界局势动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是虚假信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主张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俄乌冲突，反对违反国际法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也不是虚假信息。当欧洲国家为冲突付出沉重代价时，美国的军火商和游戏公司却赚得盆满钵满，这同样不是虚假信息。相反，宣称中方默许纵容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俄方请求中方提供军事装备，这些才是不折不扣的虚假信息。美方应当停止散布抹黑中方的虚假信息，正视和反省自身在俄乌冲突中应当承担的责任，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乌克兰危机尽早得到政治解决，不要为一己之私让欧洲和世界付出更大的代价。对于美国政府，仍有人不断放风，称不希望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借此施压中国与俄罗斯正常的经贸往来。汪文斌回应表示，我们敦促美方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欧关系时，不得以任何方式损害中方的正当权益。我们也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尤其需要重视干扰、破坏俄乌和谈努力的消极举动，重视乌克兰危机溢出效应和单边制裁的负面影响，重视冷战思维回潮和阵营对立抬头，重视中小国家被迫卷入大国地缘博弈的负面后果。好，相关问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昨天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进行了自从拜登上任以来的首次通话，您作何解读？首先，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特朗普当上美国总统之前的几十年时间里，中美经贸关系一直被号称为中美整体关系稳定的压舱石。在特朗普上台以后，由于美方主动挑起了对华贸易战，导致中美经贸关系出了大问题。但那个时候，中美两军各个层级的交往一度还是顺畅的，甚至是其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了中美整体关系中取代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的压舱石。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特朗普执政后期在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上挑战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以及拜登上台之后并没有如中方预期的那样纠正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而是延续甚至是变本加厉地执行了这些政策。所以最近2-3年以来，中美两军尤其是两国军方的高层交往也几乎是处于了停滞甚至是中断状态。自从拜登上任1年多以来，
中美两军只是进行过一次较低层级的沟通，也就是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助理副部长迈克尔·查斯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黄雪平少将举行过一次视频会谈。在近年来台海局势对峙紧张升级的大背景下面，外界普遍担心中美两军现有联络机制的停滞甚至是中断，将会给两国军队带来擦枪走火的风险。当然，中美两军高层交往一度中断，还跟另外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密切相关，那就是美方认为在他们的官僚体系当中，国防部长是总统的核心内阁成员之一，因此他们提出奥斯汀的对话对象应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而不是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而美方的这个要求则被中方以名不正言不顺以及违反外交礼节而拒绝了。那么最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防长奥斯汀不再固执己见，而是愿意所谓的屈尊来跟中国的防长魏凤和通话呢？我认为显然是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视频通话，两位领导人从大局和战略层面解决了中美两军沟通与交流的技术性问题，而中美两国防长的这次通话显然就是在落实中美两国最高领导层的指示精神，尤其是中美两国最高层领导达成了要确保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会失控这样一个重要共识，而确保中美两国紧张关系不会失控的首要责任自然就落在了中美两军，尤其是两军高层领导身上。除此之外，我还认为日前拜登政府主动以技术性理由搁置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访台行程，也是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愿意打破僵局跟美国防长奥斯汀通话的重要原因。那对于中美双方公布的两国防长通话的新闻稿，您又作何解读呢？我注意到中美两方公布的两国防长通话新闻稿的内容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差别的。美方甚至有人认为中美两国防长仍然在各说各话，针锋相对，而在我看来，各说各话甚至是相互争吵也是沟通对话的一种方式，也比双方互不搭理对方打冷战要好得多。甚至双方对于敏感问题的坦诚交流，恰恰说明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直接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双方明确各自的战略意图与战略底线，避免产生误判。那么在具体内容上，双方你来我往交锋的焦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台湾问题，美国防长奥斯汀在这个问题上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中国舰机定期巡航台湾岛的所谓关切，而中国防长魏凤和则一如既往地避开了现象谈本质，避开了军事谈政治，指出美国干预台湾问题，破坏中国国家主权安全与领土完整才是问题的根本，并要求美方纠正错误。而俄乌局势，这是中美两国防长交锋的第二个焦点。我甚至认为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也就是要求中方不要跟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贸关系，不要军事援助俄罗斯，尤其是要求中方在这个时候利用跟俄罗斯的特殊关系出手劝和促谈，才是美国防长奥斯汀主动跟中国防长通电话的真正动因，甚至还是一个非常紧迫的因素。而美国防长在这次通话中故意将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打包起来跟中方谈，不排除他们还产生了要用台湾问题与乌克兰问题来跟中方进行战略利益上的交换的想法，也就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适当做出让步，以示尊重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来换取中方协助解决乌克兰问题。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对此中方在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即双方还就海空安全问题、乌克兰局势等
交换了看法。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在海上进行军事挑衅，不得利用乌克兰问题对中国抹黑栽赃、威胁施压。其中的威胁施压4个字可圈可点，它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美方的战略意图。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周四上午在海南博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20多年来，从应对危机到寻求合作，博鳌亚洲论坛顺应时代潮流，回答时代之问，为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的演讲中，习主席发出了哪些中国强音？论坛又如何为亚洲和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来看报道。习近平指出，当下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面对重重挑战，我们绝不能丧失信心、犹疑退缩，而是要坚定信心、激流勇进。习近平强调，冲出迷雾，走向光明，最强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济。过去2年多来，国际社会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做出了艰苦努力。困难和挑战进一步告诉我们，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对此，习近平提出，我们要共同守护人类生命健康，共同促进经济复苏，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他还特别针对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提出包含6个坚持的全球安全倡议。习近平强调，过去几十年，亚洲地区总体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就了亚洲奇迹。亚洲好，世界才能更好。我们要继续把亚洲发展好、建设好，展现亚洲的韧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稳定锚、增长动力源、合作新高地，坚定维护亚洲和平，积极推动亚洲合作，共同促进亚洲团结。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为世界经济企稳复苏提供强大动能，为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机会。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最后说，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只要我们携手同心，行而不辍，就一定能汇聚起合作共赢的伟力，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挑战，迎来人类更加光明美好的未来。2013年以来，习近平以国家主席身份先后5次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对于此次习近平的主旨演讲，有分析指出，如何战胜疫情并建设疫后世界，如何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复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减少国际关系中的紧张对立并寻求合作共赢。面对这一系列重大而严肃的现实课题，习近平又一次在博鳌给出了中国方案。从加强防疫措施协调、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到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从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到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习近平主席以4个共同深刻阐释了应对当前一系列全球性挑战的中国方案，为实现更具包容性、公平性的全球发展愿景贡献了中国智慧。共同促进经济复苏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具有特别突出的针对性，同时呢，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始终是我们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第4个共同讲的是共同应对全球治理难题，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要实现经济复苏与发展，要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最终我们还是要走全球治理、共同合作的道路。
深圳卫视注意到，习近平在本届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受到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法新社、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新加坡巴世界、香港信报、台湾中时新闻网等媒体直接以习近平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题发表报道。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受到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汪文斌也进一步阐述了在当前的这个国际形势之下，中方提出该倡议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那我们注意到，在回应中，汪文斌多次提到，倡议面向全球开放，欢迎各国共同参与，这也体现出倡议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与有的国家所提出的具有排他性质的倡议项目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全球安全倡议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面向全球开放，欢迎各国共同参与。我们愿通过联合国平台以及多双边渠道，同各方就该倡议深入交流，相互启发，凝聚全球合力，推进倡议落地，为推动政治解决各种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贡献智慧和力量。好，新闻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以视频方式发表主旨演讲，发出全球安全倡议。那管先生，您对这一重要倡议有何领悟呢？今天习主席在讲话一开篇就深刻剖析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我个人体会，这三变高度凝练地概括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的深度与广度。就人类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而言呢，最紧迫、最复杂的实际上是这两个：发展挑战、安全挑战。习近平今天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和去年提出并且获得近100个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响应支持的全球发展倡议，共同构成回答时代之问、化解人类最紧迫也是最大挑战的中国方案，是目标明确、行动清晰的路线图。过去我们说的多的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呢，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就凸显了，即使在和平时代，人类同样面临着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等等一系列严峻复杂的挑战，更不要提正在上演的传统安全风险了。那么这是中方发出全球安全倡议它的高度所在，也是它的重要性、深刻性所在。那么就是要回应这个时代全人类的最大的痛点。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之要是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要让这样的代表全球最大多数人共同利益的安全观落地生根。那么就是要旗帜鲜明的反对冷战思维，反对霸权主义，反对集权政治和阵营对抗，反对滥用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那么这些个思潮和行径无疑都是共同、综合、合作与可持续的对立面，将动荡变革期的整个世界置于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中。那我个人认为，对当下全球最关切，而且是外溢风险在持续扩散升级的俄乌危机来说呢，中方发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也是真正切中核心的治本之道。请管瑶先生保持在线，稍后我们将会继续连线您，谢谢。好，来关注乌克兰局势。俄军本周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展开第2阶段军事行动，俄方称在作战中引入了新战法，将使俄军能更好地适应现代战争。那么这一名为军事行动战区隔离的战法是怎样的一个思路？俄军将如何操作？它又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的走向？另外，作为俄乌争夺焦点的乌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除了亚速钢铁厂以外，已经被俄军完全控制。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场会议中谈到了开展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原因和目标。普京称，8年来顿巴斯地区一直在被轰炸，当地民众的生活非常艰难。正是在顿巴斯地区发生的悲剧，迫使俄罗斯发起了这次军事行动。Имен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я об этом сказал в самом начале, целью этой операции является помощь людям, проживающим на Донбассе, нашим людям, проживающим на Донбассе. Мы будем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добьемся положения, при котором и там постепенно жизнь нормализуется, и она будет.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周一起正式进入第2阶段。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周三表示，过去一昼夜，俄导弹部队和炮兵又摧毁了乌克兰1053个军事设施。克里缅纳亚位于卢甘斯克西北部，距卢甘斯克武装与乌克兰守军争夺多日的鲁别日诺耶约10公里，是乌克兰部队在卢甘斯克的最后几个重要据点之一。夺控克里缅亚之后，俄军接着将致力于拿下北部的伊久姆市，再结合南部的马里乌波尔，实现从北、东南3个方面对乌挤压。而俄罗斯精锐力量与从基辅等地后撤的兵力已经在顿巴斯会合，将在顿巴斯乌军周围建立稳固的包围圈。乌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罗夫表示，虽然俄罗斯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整个前线发起攻击，但那很可能只是试探性攻击。俄军在乌克兰的大型攻势尚未开始，接下来的2到4周内，俄军仍可能大量调集新的资源和储备。顿巴斯也就是乌克兰东部地区，其实地势相对平缓，其实适合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组织的这种会战。乌克兰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防空能力，所以如果是大部队的这种亮相在这种开阔的战场上的话，极有可能遭到这种毁灭性的这种空中打击。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可能还会主要是延续它之前的一些战法啊，通过这种小分队、小规模的这种作战的模式来和这个俄军对抗。俄防长绍伊古此前透露，在顿巴斯地区的作战中引入新战法，将使俄军能更好地适应现代战争。俄罗斯消息报周三在报道中援引俄军事专家的观点称，俄军正在实施的是军事行动战区隔离的方法。具体来说，拥有战术航空优势和高精度制导武器的俄军对乌克兰的补给线、物资储备地点和指挥所进行打击。这被称为战区隔离方法，也就是说，俄军切断了顿巴斯乌军集团一切可能的外来援助，他们将无法获得增援和补充物资。同时，俄军还接连对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后勤中心发动导弹袭击，试图切断或削弱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不过，俄军事专家亚历山大·佩伦吉耶夫就透露，过去8年以来，乌军一直在顿巴斯地区修建防御工事，占领他们并不容易。俄军需要使用包括火炮和导弹在内的各种武器进行大规模打击。还有观察指，乌军将主要凭借大纵深、多梯次、多维度的钢筋水泥地下工事，以战壕相连接，以河流水系为天然屏障与俄军进行周旋。预计乌军将把迟滞和拖延当作核心策略，还会利用北约提供的天基、空间、网络为基础组成的情报和通信系统，获取战场信息优势，不时发起反击，给俄军造成伤亡。现在整个这种军援，然后整个这种民心士气啊，其实乌克兰这边还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抵抗的这种意志、抵抗的效果来讲，乌克兰还是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的。关键可能就是要看俄罗斯这边它到底要使用多大的规模，有多大的决心来投入上这样一场东部的这种大战的过程中，所以这将决定着这个东部地区的战事的时长和最终的战争的走向。位于乌克兰东南部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仍是俄乌争夺最激烈的地点之一。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周四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音频称，当天中午亚速钢铁厂就可以被完全控制。俄国防部长绍伊古当天在向普京总统汇报情况时就表示，除亚速钢铁厂外，俄军已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目前大约有2000多名武装分子被包围在亚速钢铁厂内。绍伊古表示，俄军和顿涅茨克武装采取一切措施保障马里乌波尔平民的安全。目前已有14.2万马里乌波尔市民被疏散。绍伊古还表示，完成亚速钢铁厂的作战行动需要大概3到4天。值得注意的是，普京表示强攻亚速钢铁厂不合适，取消强攻命令。普京解释说，这是为了保障俄罗斯军人的生命安全。他说要把这个工业区封锁起来，不让一只苍蝇飞过。有关平民，乌总统泽连斯基周三强调，大约1000名平民在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避难。乌克兰愿意用被俘俄罗斯人员换取马里乌波尔平民和乌克兰军队的安全通道。实际上，俄国防部在周2、周3都开放了人道主义通道，自愿放下武器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等可通过人道主义通道撤离。综合此前的消息，目前已有5名乌方武装人员和约140名藏在亚速钢铁厂地下室的平民撤出，通过安全通道离开。在俄乌和谈方面，负责与俄罗斯会谈的乌克兰代表团成员之一，乌克兰总统顾问阿拉哈米亚周三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另一位乌方代表波多利亚克已做好与俄方展开无条件谈判的准备。
阿拉哈米亚称，只要俄方确认，他们将随时到马里乌波尔，同俄罗斯方面就乌克兰驻军和平民撤离事宜进行会谈。乌克兰要展示出自己的这种决心我可能是相对要弱小的这一方，但是我在士气上，我在这个民心上，我们要这个集中的力量去对抗这个俄罗斯。然后再一个就是存在着这种美西方源源不断的援助嘛，也使得这个乌克兰它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对这个美西方的依赖。俄罗斯在乌东地区展开第2阶段对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同时，俄国防部周3发布消息称，当天下午已成功试射一枚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导弹测试活动时表示，这种武器将加强俄军的战斗力，能够保证俄罗斯的安全免受外部威胁，并使那些试图威胁俄罗斯的人三思。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称，莫斯科时间周3下午，在位于俄西北部的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俄军成功试射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的各个阶段的设计参数已经得到确认。这次发射是萨尔马特国家测试计划中的第一次。在完成全部测试任务后，萨尔马特导弹系统将进入俄战略导弹部队服役。俄罗斯国防部介绍，俄罗斯自2011年开始试验研制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是当前世界上威力最强、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之一，射程达 1.8万公里，可以突破当今所有导弹防御系统，并打击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萨尔马特有效载荷超10吨，可携带10枚大型或16枚小型核弹头。此外，萨尔马特还可以携带先锋高超音速滑翔载具。俄方曾表示，萨尔马特能够保障俄罗斯国土安全30至40年。周3试射成功后，普京以视频方式表示祝贺，并称这是俄罗斯军队先进武器系统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萨尔马特全部使用俄罗斯国产组件和零部件，极大加快了交付速度。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никальное оружие будет укреплять боевой потенциал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надежно обеспечи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от внешних угроз и заставит задуматься тех, кто в полуоголтело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риторике пытаются угрожать нашей стране。俄方此前曾多次表明，不会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核武器。有观察指出，俄罗斯试射萨尔马特就是在向美西方国家展示核大棒，而普京的表态则是在对西方国家画红线。尽管在俄乌冲突当中，美西方国家并未直接参与战局，但不断加大军援乌克兰的力度，而军援武器也不再局限于防御范围。俄罗斯的安全可能面临重大威胁，因此普京这番警示十足的发言，正是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升级威胁信号，明示俄罗斯手上有足够的反击手段。整个俄乌冲突进行到现在这样的一种局面，然后马上面临着这个在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就是5月9日的它的这个2战的胜利日，要进行这个阅兵，按照这个俄罗斯的传统，所以我觉得它是体现出强烈的一种信心吧，就是说我会夺取这样一种冲突的最后的胜利。我也是向西方进行某种意义上警告，就是俄罗斯它是不容被这个武力威胁的。好，相关话题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俄国防部宣布首次试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成功，普京就此发表电视讲话称，萨尔马特可击穿任何导弹防御系统，警告俄罗斯所有敌人都要三思后行。那您对此怎么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是公认的大杀器，是俄军核常兼备的战略杀手锏，也是西方军事界常说的 game changer， 所谓颠覆性的重器。3年前，普京就曾经在年度电视讲话中首次揭开萨尔马特这款超音速武器的面纱。那么此时呢，再就俄军大杀器首次试射发表简短的电视讲话，它的信号意义非同寻常。从俄罗斯国防部公布的发射画面来看，导弹是从俄罗斯西北部距莫斯科800公里的普列塞茨克发射场地下发射井射出的。那么普列塞茨克呢，地处高纬区，是与拜克诺尔齐名的发射场。而它和拜克诺尔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呢，主要承担军事发射任务。那么这从它的官方命名第一国家测试场的这个序列就可以见出它的分量之重。背景画面也在显示发射井的周边存有积雪。俄罗斯国防部说，导弹命中了东向5600公里位于勘察加半岛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作为全球威力最大、打击目标最远的战略导弹，那么萨尔马特将会大幅增加俄军战略核武的战斗力。
当然了，俄罗斯国防部也在强调，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它仍然处在武器测试阶段，时值俄乌东部顿巴斯的会战正在激烈进行，而俄美乃至俄语整个美西方阵营的战略博弈也在日渐白热化。那么此时大杀器重磅登场，难怪普京要强硬警告俄罗斯所有的敌人要三思而后行，这是在向一众俄罗斯的对手在释放强硬的信号。而且呢，我也特别注意到，尽管是在最敏感的时刻进行类似的大动作，但是呢，俄美双方都已经确认，俄方在导弹发射前，依照美俄中导条约的相关规定，向美方进行了通报。同样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方对俄罗斯这一次放出大杀器的这个回应是异常低调的，仅仅在强调萨尔马特仍然处在军备实验阶段，并没有正式列装俄罗斯军队。俄方向美提前通报导弹试射，意味着尽管俄罗斯处在战时状态，尽管俄罗斯面对极限的围堵压力空前，但是呢，俄方依然认同中导条约的有效性，仍然在这个执行协议。那么中导条约它的存续有效期还有4年，但是呢，如果俄方重新评估类似通报的这个必要性，甚至呢，如美国媒体炒作的被逼近所谓的这个墙角，那无疑是俄乌危机再度升级扩散的又一个高危时刻。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来关注台湾方面。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一家电视台周3早发生大乌龙，误报新北市被大陆导弹击中，随后引发岛内社会恐慌。假新闻的始作俑者华视随后3度道歉，但仍无法平息岛内民众怒火。此外，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周3发布消息，4月中旬以来，台当局控制的南沙太平岛西端开始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工程。此前，台媒报道指，台当局计划延长太平岛上的飞行跑道，必要时不排除为未来美军机在该岛起降做准备。就在两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岛内公营媒体华视在周3的早间新闻播出中，屏幕下方突然出现最新消息滚动字幕，被导弹击中的新北市政府也是一头雾水。台情报单位的主管纷纷致电华视高层，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华视这才知道出现大错。此后，华视发出更正启事称，华视新闻台此前一天配合新北市消防局录制了防灾视频，第二天早上后期制作人员工作出现失误，把错误字幕植入了视频。对于此次荒唐事故，岛内民众痛批太扯。我觉得还蛮惊悚的，蛮扯的。更夸张的是，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美惠竟企图将乌龙事件甩锅大陆，要求彻查是否是有心人士配合大陆为所谓侵入台湾媒体系统试水温。王美惠的这番污蔑引起更多的评论嘲讽她为民进党推卸责任。电视台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那政府都不用出面表示一下说法吗？早上民众没有造成逃难潮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华视没有收视，华视要是收视率很高，那不是完蛋了吗？华视隶属于台湾公广集团，由于其后台是台行政机构，所以也成为岛内绿营主要的传声筒之一。对于这次华视新闻严重出错，台当局调查部门初步认定华视无产制或故意散播假消息。主管部门台湾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虽然认为华视违反台湾地区广播电视相关规定21条第3款，最重可罚200万元新台币，但要等厘清案情后才做出必要惩处。这一处罚遭蓝营痛批，指当局是丑陋的绿色双标。2020年立场偏蓝的台湾中天新闻台因报道对民进党当局不利的选举新闻，遭到新闻主管机构撤照。这么专业是不小心吗？是不是另外一种认知作战？是不是有另外一种美国暗示应该加强台海威胁，那故意借由现在正在民进党控制的华视放出这样的讯息，然后再让大家害怕啊，果真打起来了，所以需要民进党来救我们，需要我们多买点武器，同样一个套路啊。那台湾连媒体真的已经变成执政者工具，我觉得那才是可悲中的可悲。此外，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平台周3发布消息指，据哨兵卫星图像显示，4月中旬以来，台当局控制的太平岛西端开始了填海造陆工程，印证了此前媒体报道台当局计划扩建太平岛跑道供战机起降的消息。据台湾联合报早前报道，台当局计划将太平岛现有1150米的跑道延长至1500米，必要时能供战机起降。
报道还称，太平岛扩建工程是得到美方的同意。此前，蔡英文当局有意同步延长太平岛码头和飞机跑道，但美方否决码头延长工程，只同意延长跑道。不过，台空军司令部对此事曾回应称，太平岛的跑道运作一切正常，相关说法纯属臆测。事实上，太平岛现有机场跑道长度已经可以让台军所有现役战机起降，扩展到1500米，则为更大型战机起降提供了条件。而美台双方早就谋划美军机在紧急状况下可以在太平岛降落的可能性，并反复进行兵推模拟。多年前，也有台湾媒体曾报道美军利用太平岛开展电子侦察。2018年，岛内还一度盛传蔡英文想要把太平岛租借给美国，不过蔡英文随后否认。台湾淡江大学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认为，如果美军机真在太平岛起降，将引发中国大陆强烈不满。另有岛内学者也认为，延长太平岛机场跑道无助于美军，反而会引起南海局势紧张。我相信大陆看得非常清楚，跑道哪怕延长1500公尺，对他一点影响都没有，那只不过是黔驴技穷，一个小小的伎俩。所以这个是个假议题，这个假议题大陆不会上当。周四，香港开始分阶段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但特区政府呼吁市民不可放松大意，仍需自觉遵守相关防疫规定。实际上，香港第5波疫情得到稳控，成果来之不易。这背后有中央的关心、内地的支持以及香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感叹，中央援建的隔离设施大大增强了香港防疫抗疫的底气。这其中，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在30天时间里就完成1期工程建设的奇迹，跑出了中央援港抗疫的加速度。那么，这样的奇迹是如何铸就的？中国建筑行业的领先技术在这里又有怎样的体现？深圳卫视记者进入项目指挥部一探究竟。中央援港应急医院位于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从正式开工到1期交付，仅用了短短1个月时间。目前应急医院2期的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就在1个多月之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和鱼塘，现在已经变身为井然有序的施工现场。为了保证按时交付，工程人员必须24小时不间断的施工，即使在夜间，这里也是一派灯火通明、热火朝天的景象。据统计，应急医院项目在施工的高峰期，超过1.4万人同步施工，通行的施工车辆接近3000车次。可以想象，繁忙的施工现场背后，离不开一套精密的管理和调度机制。要完成这样的建造奇迹，离不开大量建筑工人的辛勤付出，更少不了高科技的有力支撑。那从指挥部的鹰眼系统就可以看到河套施工现场的实时画面，对施工进度、施工安全以及防疫工作进行有效的监控。那我身后的这个智慧系统呢，则是可以对人员、物资和车辆进行高效的调度，同时呢，建设进度也能够一目了然。指挥部的指挥中心由一个 LED 大屏和4台智慧屏组成，其中 LED 大屏主要用于数据展示，4台智慧屏用于鹰眼摄像头查看和视频会议召开。鹰眼系统可以实时看到工程周边5公里内的交通实况以及工程现场实时画面，而通过 LED 大屏可以抓取和展示指挥部关注的重点信息数据。中建科工负责人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自从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项目确立以来，公司成立了工作专班，每天视频连线施工现场，通过指挥中心实时加及时的数据分析，为项目施工进行科学决策和高效沟通。此外，项目建设的一大考验是疫情防控。施工期间，深圳的疫情非常复杂严峻，近2万人的施工现场一旦发生聚集性感染，后果不堪设想，工程将难以为继。而智慧系统的监控和调度在疫情防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的人员进场，我们的人员退场，每天的人数，他退到了哪里，在哪一个房间是哪一个人，这个呢，我们都做好了很详细的，这个就叫数字化管理。中建科工董事长王红有着32年的从业经验，他告诉深圳卫视记者，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建筑已经从粗放管理向精益管理转变。此次中央援港应急医院采用了智能建造技术，尽管中央援港应急医院在施工现场一点点地显现雏形，但在项目指挥部，医院建成后的形态，甚至是内部的医疗设施，都已经完整呈现。简单的讲，我们的在电脑上先盖房子，然后在工厂智能制造，
然后把这些磨坊再运到深圳的香蜜湖的堆场，进行一些预拼装，拼装成一个一个的小积木之后，这个里面有卫生间、有空调，全在这里全建好了，再运到我们的现场，再把它组装起来一下。它为什么这么快？它就是我们的智能建造技术。在采访中，王宏多次强调，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已经不仅仅是一家医院，更像是一座小城。它的面积达到30多个足球场那么大，有着先进和完备的医疗设施，包括100间 ICU 和3个综合手术室。此外，还有提供1万个床位的方舱，同时还为6500名医护人员提供办公区和生活区。王宏参加过帝王大厦和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等标志性建筑的建设，但他认为这次的中央原港应急医院项目给他的感受是最特殊的。在香港第5波疫情高发、抗疫形势严峻复杂的关键时刻，应特区政府请求，中央决定在香港落马洲河套地区援建应急医院。王宏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如果按照香港惯例来建，最快要半年时间。而通过在香港一侧围挡封闭，再从深圳一侧架桥过河，应急医院的建设可以充分利用内地资源，有效提高了建设效率。这样的创新举措背后，离不开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支持。首先是中央政府非常支持，在3天之内，它涉及到几十个部门，有海关、边防有很多方方面面，整整就用了3天的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是香港也不容易啊，香港你把一块土地围出来，就把你这个架一个桥，这在香港的历史上可能是没有过的。香港这个时候立法会就紧急通过了一个叫紧急法，这样我们才得以实施我们的架桥围网来建设。中央原港应急医院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通常需要2年时间的工程建设。作为一名建筑人，王宏在这样的奇迹背后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还有1国2制的生动实践。